維權歸維權，正常發生，沒有停課，不能停課，不允許停課。這是8月18日時代峰峻粉絲在微博上的原話。停課是飯圈說法，意思是停止在一個偶像身上花錢。帖子貼出來的時候，重慶南濱路已經連着2天出事。8月17號晚上7點半，時代峰峻樓下發生聚集。18號的現場視頻裡，幾個年輕女性被一群男性擠在牆邊，手機貼到臉前，他們沿着牆往便利店走，男性跟在後面跟拍喊叫。被圍堵的第2天，他們在網上互相提醒的不是注意安全，是別停止花錢。帖子底下還列着任務：武功宣傳、內容加熱、日常任務，一樣都不能停。武功指選秀節目的第5次公開演出，內容加熱指花錢給作品買曝光。他們不敢停，是因為這家公司同時握着2樣東西：他們的錢和他們支持的人能不能出道的規則。而男性圍上來之後，這家公司拿出的安排是讓他們離開。時代峰峻是打造男子偶像團體的經紀公司 ，TFBOYS 是他們公司的，現在一批批練習生當他們的師弟。大批男性圍堵女粉的地方是他們在重慶的訓練基地長江國際，粉絲到樓下拍照簽到，這一行為在飯圈叫打卡。17號晚上的聚集，3天後有了通報。重慶南岸警方寫，現場有人因口角發生爭執，出現潑水、追逐，多名涉事人員接受了法制教育，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的人員還會被繼續調查。可18號的圍堵就是剛才那些畫面。當天晚上，男性又圍住女粉絲和警務人員，齊聲辱罵。19號傍晚，現場仍有人聚集，多名男性把印有時代峰峻旗下藝人的海報扔在地上踩。還有2段畫面更早，一個男的點燃了藝人海報，另一個男的伸手去撕粉絲寫滿留言的那面牆。18號和19號的事，通報裡一個字沒有。同樣是18號，時代峰峻貼出一張重要公告。公告承認現場存在安全隱患，宣布暫停練習生在長江國際的線下集中訓練，然後請粉絲打卡後不要聚集，理解與配合，一起維護公共秩序。練習生被安排離開，粉絲被要求不許聚集。至於視頻裡圍堵、跟拍、辱罵女粉絲的男性，公司沒有提，也沒有告訴受到威脅的女粉絲可以去哪裡求助。而網上傳得更兇的是另一件事，女方先動手。依據是幾段拍到女性潑水、置物的片段，男性一方據此聲稱是女性先動手，他們才還手。一名自稱8月18日便利店衝突當事人的女性給出了另一種順序。她說，幾名女粉絲到場後先被男性圍拍、直播和辱罵，他們躲進便利店，男性仍然跟過來包圍。後來一名孩子先拍打同行女性，同行女性伸手拉開時，現場男性立刻喊成女方先打人，隨後開始向他們潑水、圍毆和砸瓶子。這份口述不能單獨證明每一個細節，但現有畫面同樣證明不了女方先動手。多名男性一直舉着手機貼臉拍，可當前用來支持這一說法的視頻，都從衝突已經發生或者女性開始反擊的位置開始。迄今為止，網上沒有一段從衝突之前開始，清楚拍到女性無緣無故主動攻擊男性的視頻。拍到女性反擊，不等於證明女性先動手。8月18日晚上那段103秒的視頻就是例子。它開頭已經在衝突中。逐帧看，水從畫面左側人群方向潑向女性一側，隨後一名穿橄欖色外套的男性出現飛踹動作。這段視頻在流傳時被配上的說法是女粉絲先潑冰水。它能證明的是鏡頭裡的動作，不能證明整晚是誰先動手。只要追男偶像被當成一種低人一等的愛好，羞辱女粉絲就很容易被包裝成替天行道。這些男性可以說自己是在反對聚集、反對擾民，甚至反對飯圈，可真正落到畫面裡的動作是追着幾個女性拍，圍着他們辱罵，再把他們喜歡的藝人踩在腳下。一個主張最後要靠羞辱女性來表達，他實際攻擊的對象就已經寫在行動裡了。回到那句不允許停課。時代峰峻的官方付費平台叫 T-Family， 高級會員、獨家內容、官方周邊、演唱會優先購票都在同一套體系裡。高級會員，飯圈簡稱高會。2024年3代練習生出道的時候，
公司發過一張蓋着公章的重要通知，上面寫着，對出道成員的主要衡量標準是官網高會數據。同一張紙還寫了番位怎麼定，番位就是團體裡的排位，誰站中間，誰排最後。參考的維度包括高會粉絲訂閱數、高會日常互動、高會周邊銷售。這是公司自己蓋章寫下來的。到了今年7月，4代練習生第5次公演的雙人舞台投票，規則寫得更直接，只有開通高會的人才能投票，每人1次。那張粉絲帖上寫的武功宣傳，說的就是這一場。公司確實沒有寫過充多少錢就能出道，高會數據裡也不全是錢。但對一個普通粉絲來說，這個區別不重要，他能交出去的只有訂閱、周邊、門票和那張只有會員才配投的票。公司掌握名單和規則，他們能交出去的只有錢、時間和數據。哪一次消費真正有用，沒人告訴他們，他們只知道哪一次都不敢停。公司甚至不需要每次開口催，他們會互相提醒、互相監督，在維權的時候繼續完成任務。這套關係最厲害的地方是他把公司的銷售目標變成了粉絲自己的責任感，換來的是一群連表達不滿都不敢停止消費的顧客。一個人能躲開風險，不等於讓他躲開就算處理了風險。誰掌握現場，誰靠他們賺錢，誰就得說清楚出事找誰。現場圍堵、貼臉拍攝、集體辱罵、潑水和飛踹的男性，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剩下那部分屬於長期經營會員、周邊、票務和粉絲忠誠的時代峰峻。他不需要替現場男性承擔個人責任，但明確譴責圍堵和辱罵，給受威脅的粉絲一個聯繫渠道，說明後續安保和隔離安排，這些都屬於他能公開交代的事。18號貼出來的那張紙，一項都沒有。警方通報一面協會繼續調查違法人員，結尾仍提醒青少年理性文明追星。公司的公告直接要求粉絲不要聚集。兩份文字重點不同，卻都沒有點出畫面中圍堵和辱罵女性的男性。到了紙面上，一群男性追着女性拍，把他們堵在牆邊這件事，縮成了個別人員和安全隱患。粉絲花錢的時候是會員，是支持者，男性圍上來以後，他們成了需要盡快離開、理解和配合的人。類似的規則並不只出現在這一次。今年8月，一名26歲的日本女粉絲在首爾去世。她是韓國男團 ENHYPEN 成員西村莉的站姐。經歷網暴後，她公開道歉，觀戰退圈。截至截稿前，在西村莉本人和所屬公司的官方賬號上找不到任何關於她的公開回應。網上被反覆追問的卻是，為什麼把追星看這麼重？圍堵他們的男性做了什麼？公司怎樣使用他們的投入？很容易被一句追星女不理智蓋過去。追星這件事可以被討論，女粉絲的具體動作也可以被批評，但她為什麼追星，從來不是別人圍堵她、辱罵她的答案。所以最後該問的是，公司靠粉絲的錢和時間做生意，粉絲出事時拿出了什麼解決方案？讓被圍堵的人自己走開，不給安保方案，是把風險丟給付錢的人。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我是人類觀察員，這個頻道一直在做一件事，觀察一些普通人在意識到自己有了影響力之後，會如何運用它，以及這種影響力又會怎樣反過來改變他們。如果你也在觀察這些事，歡迎訂閱，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你還想看哪些人、哪些事。我們下期見。